大家，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关于风格的话题。我的笔记在旁边，所以我会往这边看。你会看到我标题打的是4个帮助你发现风格的方法。我是用发现，而不是去用找到，因为我觉得，找到风格就是要去找一个东西是。你不知道那个东西在不在那边，你弄丢钥匙了，然后你要去找这个地方有没有钥匙，所以它可能在那边，但它有可能不在那边。所以我用发现是这个东西就是在那边，只不过你还没有发现而已。我说这么多，主要是想表达风格一直都在那边。所以我今天教给你的是4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帮助你去发现你自己本来就有的风格。第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创作数量，也就是你的作品。像你要研究一个事实的时候，你有5个作品去研究，还是你有10个作品帮助你去研究，什么样的数量你觉得会更加去支撑这个事实呢？是不是就是越多越好？你越多，你就越能分析的透彻。比方说，你特别会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在哪一个部分，或是你特别喜欢什么样的主题，为什么？所以你透过分析你各个时期，可能1年间你的创作，或是5年间你的创作，跟10年之间你的创作，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不同的 label， 会去让你更有一个数据库去帮助你去发现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你在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没有风格的时候呢，通常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风格，是其实你画的还不够多。现在我要来打一个广告，是关于我的奇幻插画线上课程。课程里面有很多奇幻插画的技巧和观念，而且可以顺便学会 Procreate。如果你有兴趣，就在下方影片链接点一下就可以了。拜。第二个就是不要被媒材限制你的风格。当我在刚开始作画的时候，我可能画了什么东西，我就会分享嘛。那我可能那个时期呢，刚学水彩，那我就是用水彩画了画，然后分享，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我会有一个错觉，觉得那就是我的风格。可能我今天接触了电脑绘图，我想又开始用电脑绘图画完之后，第一个完成的作品，你就会觉得说，我跟我之前画的长得不一样，我这样是不是风格就改变了？我是不是要重新再找我的风格呢？我那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错觉。但因为我一直都有在 Instagram po 我的作品嘛，所以我现在看回去你拉到最下面的地方，然后你会看到我用亚克力画，用 gouache 画，我甚至也有用粘土或者是陶瓷，就是立体的作品。再来就是可能动画，或者是像现在的 Procreate。我在创作的这一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换了很多不同的媒材，但是我每一个作品拿出去，我说这是我画的，他们都会跟我说，我看得出来这是你的风格。所以我刚开始可能会害怕说改变媒材，创作的媒材会改变我的风格，但其实我现在想想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真正去创造你风格的是你的 idea， 就是你常常画的主题，你喜欢的主题。像是我喜欢大自然，那你会发现我每一个创作都会跟大自然有关，像是动物、植物或者是任何宇宙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定义风格的，也有可能是你创作的形状啊，就是你有一个习惯性的画法，或者是你特别会去选择的颜色，不一定是哪一个色相，有可能是某一个饱和度，你可能喜欢比较暗色系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创造风格的一些元素，而不只是媒材而已。总而言之，我觉得你不要被那个媒材给吓到了，因为每一个媒材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你要用你去操作它，而不是它来操作你，懂吗？好。第3个就是延续刚刚第2点说的，要多尝试你的绘画的主题。其实我一直都有一个概念，就是你在接触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就是只走一条路。我觉得在最初的地方，你要多接触广一点的
东西，不管是各个颜色你没用过的，或是每种主题，像是你可能可以画人，或是画风景，或是画动物，我觉得你都接触看看，你再去决定你好像特别喜欢哪一条路。因为你要接触，你才会了解，你了解之后，你才能下决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公式。对，第4个就是要认识自己。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就会从你的作品中发现那个东西是因为你的某一个原因而去产生的。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发现你的风格。举例来说，颜色。你可以看到我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色调，那其实我画到后期的时候，我会发现，对耶，就是我好像特别喜欢什么颜色，但我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思考一下，好像这个颜色出现是在某一个时期之后，那在这之前跟之后，这会改变的那个点是什么？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是我搬到伦敦之后。我在伦敦之前，我是住在台北。那我发现伦敦跟台北这个环境给我的改变，造就我颜色的不同。那我在深入的去思考为什么？因为伦敦其实一年四季都在下雨，也不是下雨，就是都是阴天。所以我现在看出去的那些颜色，其实都有一种雾雾灰灰的感觉。那可能我也习惯了，所以很自然，我在画画的时候，我都会调灰一点点。对，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去抽丝剥茧的把自己的经验跟自己的喜好给连接起来，放在我的作品中，我是不是就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成就你的风格的原因？所以今天的这4点，算是有点聊天分享经验的方式，让你知道其实你不用特别的花心思去找你的风格，就是你只需要的是时间跟你的观察，风格就会被你发现咯。拜。